长崎县是这个周访神社在祭典当中看到非常特别的舞蹈演出，有梦想成真的一个御守，也是很特别。结缘的神明摸它的话，搞不好就会有一些好运、好缘分来哦。他是在做瑜伽吗？真的是超级可爱的啦！300多年就一直伫立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是日本第一座的石拱桥，有没有很可爱的心形的石头？这也是日本最古老的中国式寺院，荷兰，然后日本这个中国的这个料理的一些元素。哇，这个看起来卤肉整个很像很好吃。我好喜欢哦，就好像通往一个不同世界一样哦。喝看看，哇，整个超美的啦！想让人家一吃再吃的感觉。往庭园本身，还有整个长崎港的一个景色哦，这个少女会很喜欢来的拍照景点。新世界3大夜景之一的长崎稻佐山。那它真的非常的漂亮，可以吃到最道地的长崎美食。上一集我们一起去日本九州的佐贺，看到在地人 vs 观光客分别推荐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好想去日本了呢？不过别急别急，其实去一趟九州，你还可以安排更多的行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九州的长崎，除了长崎蛋糕之外，还有好多有趣的地方呢。让我们跟日本在地的特派员阿 K 打声招呼。阿 K， 你在吗？早安！那感谢来自台湾的声声呼喊。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地人 vs 观光客的行程，我们来到了日本九州最西北边的县长崎县。那一样呢，我们今天就是利用我们的单车，把一些观光客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在地人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都一次介绍给大家哦。那我们来到长崎这间鹿斗，对，它是一间咖啡厅，然后它也提供住宿。那在这边呢，也可以租借个脚踏车，然后它有各种尺寸。然后还有一些车型也不太一样。那如果大家要来就是长期骑脚踏车的话，就可以来这边租借脚踏车哦。那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喽 ，Go！我们长崎来到的第一站是这个周访神社，那它这里又名正西大社。那顾名思义，因为这个长崎它所在位置几乎是日本的最西边，所以有这个名字。那这边的话就是有3位神明，那分别是周访大神、僧崎大神以这个筑吉大神这3个神明。那这边有除恶啊、结缘啊，然后保佑这个海上安全的守护。周访神社啊是日本的信仰，但是它在日本战国时代的时候，就是有受到这个天主教教徒这个烧毁。那在1625年的时候，重新修复了这个神社，盖到现在这个周访神社的这个位置。那这个长崎的这个周访神社，它最有名的就是它这个秋季的立大祭。那这个立大祭，它就被称为这个长崎的9日节或者是公日节。它在每年的10月左右是会举办，那可以在祭典当中看到非常特别的舞蹈演出哦。哇，对，它这边也有就是非常多种类的这个御守。那像这个我刚刚看到，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哦。它这边有写这个平和反，就是和平这个意思。还有它这边还有一个这种祈求梦想成真的一个御守，它整个非常的有质感。它这种它毕竟还有那种就是宠物用的御守，也是很特别。大家看到这边哦，刚刚有提到这个僧崎大神，他祭拜他的一个神社，因为他是一个结缘的神明。这边有一个像是爱心型的纹路哦，是不是命中注定？然后他就有说，如果你摸它的话，搞不好就会有一些好运、好缘分来哦。那我赶快多摸一点，多摸一点。
那大家来到日本神社啊，应该会常常看到入口的两侧都会有这个博犬 Koma Inu。那这个博犬呢，其实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生物。我们这个周方神社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般博犬它可能就只是一般的这种姿势而已，但是我们在这个周方神社它就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非常特别的姿势的博犬哦。像是我这边就有找到了，超级可爱的。那这个现在它是在做瑜伽吗？看起来很像就是筋很软这样子哦，真的是超可爱。然后呢，它这边通常都是一对的，这一只也好可爱哦。它就这样，这样，これですか？合ってますか？真的是超级可爱的啦。所以大家如果来这个周访神社啊，就除了参拜之外，也可以在这个境内找找看有没有你发现的不一样的博犬哦。那长崎真的是继承非常多文化和历史的地方哦。那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去观光客不可以错过的地方，走吧。有没有很像眼镜啊？那这个眼镜桥呢，它是在17世纪的时候，300多年就一直伫立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是日本第一座的直拱桥。这个眼镜桥啊，也是非常有异国文化的一个景点哦。那它当初是在这个1634年左右，日本长崎的新福寺的住持啊，他就是召集了中国的一些匠人，然后来建造这一个眼镜桥。近几年有一直稍微就修建它，所以能看到一些日本江户时代所用的一些建材，那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点。不止它的画面非常的有趣，就是像这个眼镜这样的画面，那它也可以说是见证了长崎与外国有一个交流历史的景点。除了这个眼镜桥之外，还想要向各位介绍这个，当当，有没有很可爱的心形的石头？那其实是当初在就是整修这个中岛川堤防的时候，当初的那个设计师啊，他就加了一些他自己的小趣味。在这边呢，就加了好几个这样子一个心形的一个石头。那听说呢，只要你摸它之后，就可能会有好运哦。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多的这个零钱，那大家可能就把它当做一个就是那种求好缘分啊，求姻缘的一个圣地了。所以大家如果之后来这个眼镜桥啊，除了看这个眼镜桥之外，还可以来这边找一下这个爱心的石头哦，真的是超级爱心，好可爱的。你看，多摸一点，多摸一点。眼镜桥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它是有一个中国僧人所建造的。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崇福院啊，它其实也跟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关联哦。就是在1629年中国明朝的时候，有一群福建出生的人，他们就请了高僧来建造了这个崇福院。那这个崇福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入口。那它这个入口呢，就是跟日本一般的神社啊不太一样，它有大量的这个朱红色颜色，然后它建筑本身呢，就其实还保有了一些明朝后期建筑的风格哦。那这个崇福寺啊，它本身也是日本最古老的中国式寺院哦。像是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第一凤门，还有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大雄宝殿，本身也都是日本国宝。大雄宝殿里面就有一些文物、古物，还有一些佛像，那些都是被指定为重要的文化财产。我刚刚在这边里面逛的时候啊，就有看到这个，台湾应该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金炉吧。
嘛，就是毕竟它是一个中国式的建筑物，跟日本本身不太一样，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可以看到一个景色哦。大家猜猜我在哪里？有没有很像在台湾的那个吃板豆？大家看这个颜色，再看这个红色，然后看这个圆桌，还有这个整个的氛围，完全就是很像回到台湾的感觉。那其实呢，我现在在一家叫做长崎桌夫料理宾盛这家餐厅里面。那我现在就要来吃长崎的这个特色的一个料理——桌夫料理哦。哇，他刚刚就帮我们就陆续上桌了。那其实这个桌夫料理啊，其实就说真的啊，就是跟台湾那种板豆啊吃桌菜的很像，所以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那它就是呢，就是把菜呢都放在一个大盘子里面，再把它都放在同一个桌子。这样想就真的就是台湾的吃板豆啦。但是呢，它的那个菜色的部分呢也不太一样。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本身它是有融合了荷兰，然后日本这个中国的这个料理的一些元素。哇，这个看起来卤肉整个很像很好吃。这个就可能是比较中国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勾芡，它可能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台湾比较不会就是把湿的东西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做拼盘的，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像荷兰或者是日本这边的一个元素这样子。那生鱼片就当然就是日本啊，生鱼片超多的。然后刚刚那个店员有跟我们说，就是他们这个桌夫料理啊，它有个特色，就是从甜的开始吃，用甜的做结尾。所以它一开始我们应该要吃的，先喝这个汤，稍微换嘴巴里面的一个味道。然后呢，它从甜的开始，就是甜的这豆子这样子，腌制豆。然后可能就稍微就是可能生鱼片啊这样子也吃。我们也会吃一个饭后水果，饭后水果这边也有，这边有个柿子。然后在最后的话就是这个有点像是他们这边的红豆汤的一个感觉，就是从甜的开始吃，然后再用甜的做结尾这样子。那话不多说，我肚子好。话说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吃而已，我看起来像大胃王，不是大胃王，这个是有5人份，就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朋友一起吃。好，我要赶快来吃咯。好，我要来吃了。要喝这个汤，那我要先喝。它这个汤本身有这个香菇啊，然后他们就是日本这种团子，然后还有一些像是这个应该是肉，要先吃这个甜豆，要用甜食开始，再用甜食结束，所以我要来吃这个甜豆。我本身超爱吃这种那个腌那个黑豆啊。这个是比较大的，这应该是算蚕豆吧。这个桌夫料理啊，它是结合了这个日本，然后中国还有这个荷兰的这个元素。那日本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都知道日本的这个生鱼片。那中国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超爱的这种卤肉。他们那个日文叫做饺煮卡古尼，那就是卤肉啦。这个在中国或是台湾，我们自己也很常吃这样子。那荷兰的这个元素在哪里？他有跟我讲这个，他这个是吐司去夹着虾的酱还有鱼的酱，然后夹之后，然后再拿去炸。那荷兰的话，本身就是用油去炸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比较有荷兰的一个元素，吐司拿去炸。它就是虾饼，外层是吐司的一个虾饼，我好喜欢哦。哇，它这个一定很入味。我这个不配大狗饭，我真的对不起自己。它的肉超级软，然后已经整个很入味。它这个比较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可能他们也是台南人，台南口味。好吃，然后生鱼片，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日本的元素啦。
啊，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感觉我会因为这个所以不小心多吃一碗饭。那稍微是这样子咯，大家如果有来长崎，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个桌服料理。虽然看起来很像台湾的板豆，但它的味道都不太一样，还是有加上一些异国的一个口味哦。出岛呢，它其实是一个人工岛。当时呢，日本人只有在这个地方呢，才可以接触到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呢，大部分都是荷兰人。这是一个人工岛嘛，然后唯一一个跟日本土地相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一条桥，这叫表门桥。那整个虽然看起来短短几公尺，但其实它走过去就好像通往一个不同世界一样哦。我们现在赶快进去看看吧。那大家可能有在历史上面有学过，当时在日本啊，他们会讲这个兰学、兰医，就是指从荷兰人那边传来的一些知识、一些医学的技术。好，我们现在位在这个出岛这里有一家长崎内外俱乐部。那这一间洋馆本身是盖在1903年左右。那当初呢是提供这个常居在这里的外国人以及日本人做一个深入交流的一个场所。那现在这边呢1楼呢是改成这个餐厅，所以它就有提供一些像这个长崎沙拉、土耳其饭等等的料理。就从料理里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多国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料理呈现哦。毕竟刚刚才吃完饭，那我决定我要点一个这个ミルクセーキ，应该是有点像是奶昔的感觉。它这边有写哦，他说长崎的ミルクセーキ它不是饮料，而是是一个かき氷，是剉冰的一种。对，然后是长崎县民的一个那种灵魂食物。那我决定我就来点这个喝看看。哇，整个超美的啦！它看起来很像香草的冰淇淋，我赶快来吃看看。我好像懂他刚刚有说到，就是它这个ミルクセーキ它不是饮料，而是剉冰诶。吃下去的时候，它有一点那种颗粒，就是冰还是有点剉冰的那种感觉，还是吃得到冰的，有点小小碎冰的感觉。然后它这个味道啊，是香草冰淇淋的感觉，但是你吞下去之后，它会有一个那个后劲会出来，那后劲有一点炼乳的感觉。我觉得本身不会很甜，然后很好吃，就是是会想让人家一吃再吃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其实我本来就想说，它会不会就是牛奶，就是会很腻，那个奶味很重，不会，很清爽的感觉。我觉得它看起来啊，就是很像很平凡，就只是一些就是很像一坨的香草冰淇淋，但是它那个颗粒感，就我刚刚说那个有小碎冰的感觉，让人家会一直想要吃哎。就简单的朴实，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吧。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大浦天主堂啊，就刚刚有提到，长崎呢是日本在接触外国文化的时候，与外国交流的最初的第一个地方。那不止如此，当初在基督教还有这个天主教传教的时候，这边也是第一个被传教的地方。那
那这一个天主堂呢，是在当时日本禁教时期，为了纪念因为信仰而牺牲的26位殉教者。而在日本锁国结束之后的1853年的时候，最初首先建造的教堂之一。当初建造这个教堂是一个法国人，所以当时周边的居民也称这里是法国寺弗朗斯特拉。好，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三林船屋第2宿舍遗址。那这个是当初在长崎港的附近呢，船员在修理船只的时候作为他们的宿舍用途。那现在可以看到的，它是可以上到就是2楼的部分，因为它位在这个哥拉巴园最高处的地方，上到他们的2楼，你就可以眺望庭园本身，还有整个长崎港的一个景色哦。还有呢，它在这里有一个怀旧写真馆，你就可以去租借一些复古的服装，穿上那个服装，可以在整个庭园上什么漫步啊，去看看景色，整个非常有 feel 哦。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它是旧奥尔特住宅。那听说啊，听刚刚那个导览员跟我讲说，这边是他们最近这个少女会很喜欢来的拍照景点。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跟我一样，就来这个拍拍照。然后它这里看到的景色也非常漂亮哦。今天就是整个天气超级好的，很有秋天的感觉，整个风景都超棒的。之前我有曾经来过这边，那个时候大概9月吧，还很热。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来的，那现在是有点傍晚，然后整个景色都不一样哦。所以我就很推荐大家之后早上、晚上、傍晚都要来。那这一栋哥拉巴住宅啊，它就是这个哥拉巴园的主人哦，哥拉巴与他的日本太太居住的地方。它是目前的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质西式建筑。我们的这个哥拉巴先生呢，他是在日本幕府末期的时候，他从苏格兰来到日本，那他主要是进行武器的一个贩售，甚至他还有跟那个坂本龙马，就是日本历史人物的坂本龙马就有过关系哦。江江又找到一个爱心了，大家不觉得就是长崎人真的很浪漫吗？就很爱在生活中就有这种小情趣。那之后大家如果有来长崎啊，看你在哪里有找到爱心，到时候要记得跟我们说哦。我们刚刚就是去完了这个哥拉巴园啊，等下再带大家去一些地方。其实啊，就是长崎啊，因为它作为日本接触外国文化的第一站，最初的地方，所以它其实这里非常多洋馆西式的一个建筑。那现在看的话，就是真的是很有 feel 的感觉，有异国风情的感觉哦。我们今天也是利用这个单车啦，就是结束了我们这个行程，但还没结束，是单车的部分就先结束，然后我们回到了我们就是今天要入住的这个饭店。那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去我们的晚上的行程，晚上要带大家去看夜景哦。带大家去看了160年前的长崎，那现在我们用现代的方式来看长崎哦。那在我身后的这边呢，就是被誉为新世界3大夜景之一的长崎稻佐山。那它真的非常的漂亮，这边是一个它的那个展望台。那我刚刚是从下面呢，就是坐那种就是小缆车上，算透明的一个车厢，然后就慢慢的上来，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山底喽。那来到这个山底啊，它其实也是一个看日落的一个好去处。那它最有名的还是就是这个夜景喽。那它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现在就是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它在有特定的时间会有一个那个爱心的一个点灯。左边是爱心，然后右边的话是就是那一段期间的星座，8点左右可以点灯。然后刚刚我们上来的时候啊，就刚好它有亮着，但是它刚刚又突然消失了。没关系，这个爱心的部分呢，就交给大家来看喽。
们现在来到位在这个长崎车站，它在今年因应9月新开通的西九州的新干线，他们就有开设这个，它叫做长崎街道海鸥市场。那这个是卡莫梅一起吧。那它这里面呢，它非常丰富哦，像还有一些卖伴手礼的店，那还有一些餐饮店，然后所以可以就在这边可以吃到最道地的长崎美食，然后伴手礼就直接从这边买完之后，然后就可以就是坐电车，车站就在这边而已。除此之外呢，它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啊，它就有呈现出新开通的西九州的新干线，所以他们特别推出了一些限定的一些欧米亚给啊，新的车型有联名的一些商品哦。今天的行程啊，是不是发现长崎真的是一个历史以及异国文化就是非常丰富的地方啊？作为就是日本与外国交流的最前锋，在长崎啊，你可以深深的感受到日本从锁国以来是如何去革新啊，还有改变，它那个是如何开始的。赶快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景点以及行程吧。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景点啊，如果你是对日本历史非常有兴趣或是有研究的人的话，无论是你要观光或是你想要研究的话，都非常适合来走一遭哦。以就是被天主教教徒烧毁而重建的这个周方神社，还有日本最古老的拱形石桥眼镜桥，还有跟明朝时的中国华侨有着深度关系的这个崇福寺。甚至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可说是锁国与开放这2个意义象征的出岛，还有大埔天主堂以及哥拉巴园等等，根本就是超级完美的历史行程嘛。然后中间的话就可以去体验一下日本的板豆料理，这个一个人也可以吃的这个桌夫料理，体验一下日本的板豆到底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又在地又有趣的一个行程哦。好啦，这就是这次的在地人 vs 观光客的长崎推荐景点。那大家最想要去哪里呢？赶快留言跟我们说。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新消息，也赶快上九州观光机构的网站，或是去他们的官方脸书，就可以看更多九州的资讯咯。好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